喂，安迪。老谭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，一边心里放不下薇薇，一边又跟包子牵扯不清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没有办法拒绝他。你说我是不是很花痴？我继承了我妈妈的基因，骨子里就是放荡的，对不对？你30好几的人了，至今就一个男朋友，这也能称得上放荡？安迪，我问你，你跟包一凡在一起，是不是觉得更快乐？好像是这样。但可能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在意他吧，他又很无赖，但其实这不能成为理由啊。错，在我看来，这恰恰说明很多。追逐快乐是人的天性，没有人愿意承受痛苦。这跟你妈妈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，更何况，爱情本身就是不公平的。否则这世上哪来那么多的痴男怨女？我也不懂。也许是我自己经验还不够吧，可是我现在的做法确实违背了我自己的原则。你就是太死板，给自己太大压力。我早就说过，你跟姓魏的不合适，不等于你跟别人不合适。你家的事情已然如此，越是这样，就越要放开，不要苛求自己。与其想东想西，自寻烦恼，不如顺其自然。很多事情，时间自然会给你答复的。好了，不要胡思乱想了，早点休息。
安迪无法回报起点的感情，这种内疚让他无数次在深夜惊醒。现在看了在沙发上沉睡的包奕凡，他觉得自己太奇怪了。如果做不到对起点敞开心怀，又为什么会对包奕凡这样纵容，这样宽放？难道真的像老谭所说的那样，追逐快乐是人类的本性？那么包奕凡代表的是什么样的快乐呢？Morning。哎呀，喂，早安。快起来了，准备开会了。不是照片，是我妈。哦，我妈在埋怨我昨天晚上把她的儿媳妇给拐跑了，还告诉我们她已经到了会议室了。顺便跟你说一声，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15分，我们已经迟到了。不可能，我昨天定了闹钟的。我关的，不用谢了。昨天晚上运动太累了，让美女好好休息是绅士的义务。要迟到你迟到，我绝不迟到。我妈还说了，慢慢来，不用急。妈，我和安迪起晚了，麻烦你和大家解释一下。麻烦你跟你妈妈解释一下，我们不是那种关系 ，OK？ 不要，要是让我妈知道，和你过了一夜却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我不是太没有面子，全世界都会责怪我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化妆耽误点时间。没事儿，我乐意等你。小美，你今天真的很漂亮。哎，我可以吻你吗？不行，因为你说错话了。什么叫我今天特别漂亮？好像我哪天不漂亮似的。你每天都很漂亮，今天格外的漂亮。你这不让我吻你就是酷刑哦。我好不容易化的妆，不能让你破坏了，我得让你看一天呢。我新换了香水，要不要闻一闻？喜不喜欢？这清代10大酷刑，我看你是想让我尝一个遍呢啊！我今很多人呢。小美，包总好，包总好。你们好。哎，刚好1个小时。你猜猜看，我妈如果见到咱们2个，会怎么想？要不是你那条欲盖弥彰的微信，你妈也不会误会。这不赖我啊！要不是某些人半夜3更不睡觉偷看我，
我也不会一晚上没睡好。走。这是包总女朋友吗？我不知道。 Hello， 早上好。是吧？早。这边。喂，我是来开会的，一会儿你不要一直拿眼睛看着我，更不要对我笑，听见没有？哦，我努力。 收购红星，我们主要看的是对方的品牌、团队和市场占有率。那么在收购之后，如何保证核心人才的不流失，是我们下一步急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。今天就是关于收购红星的战略、覆盖范围、合并红星业务的战略远景讨论。第二呢，合并实体的整合原则是时间选择、品牌战略、市场战略。 投资和关键风险评估，顾客、员工、政府资源，制定整合红星战略和每一个业务领域的活动，对红星的协同进行高层定义、高层的时间等。你们的想法我了解的差不多了，下午还有别的公务处理，先走一步。合成项目的结构，第一天的行动，进行相应的对比，这就是成果。 大家可以看一下。不是为了躲我。当然，这只是一个假定的成果。行了，下一个。界定收购的目标和策略。为了迅速实现和红星电器制造的成功合并，晚饭时间留给我。管理层会尽早制定出合并的目标、策略，并且开始定义过渡性的运作模式。这一点非常关键。董事长，我的意见就是这样。哦。 何总有什么想法没有？关于红星的并购案，包氏这边的意见我大致已经了解了，剩下的细节我跟包总碰过之后汇报给谭总，然后做最后的调整。好，好，那就这样吧。那今天的会就到这儿，散会。何总，中午的午餐我们也准备好了，一起吃个午饭吧。别客气，我们已经安排好了。妈，安迪后边还有个会要开，已经来不及了吧？是我1点钟的时候还有个会在南通，不好意思。哦，那你怎么走？要不我派车送你？不用了，我自己走好了。谢谢。好嘞，再见。再见。我送你出去。 回来了，王百川临时要加班，怎么办啊？干嘛约会啊？不是，我今天当班，不过应勤约我吃饭。怎么样？项链摘了吧？太小孩了，是吗？哎，带唇膏了吗？吃完饭以后一定要补唇膏。你以为你吃的满嘴油光锃亮的，那是单纯可爱啊？男人看了只会觉得你太粗糙。 知道吗？男女关系啊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倒东风。你一定要占据主动。抹个唇膏就能占据主动了？唇膏只是一部分，重要的呢，就是你要散发你的个人魅力，无时无刻展现你最美的那面给他，懂吗？我知道，他特别喜欢我笑。我跟他见面的时候，我就一直这样笑，笑得我脸都僵了。好吧。 小蚯蚓，加油哦！番茄，你学我学的好像啊！番茄，加油！等一下，谢谢，拜拜。哎呀。年
轻就是幸福啊！想谈恋爱就谈恋爱，哪像我呀，顾虑一大把。包一凡，哎呦，爸爸，二位还没走呢。我问你啊，那个何总认识多久了？有些日子了。倒是挺漂亮的啊。但是现在有不少漂亮女人靠着美色拿业务啊。我倒是觉着，现在世道变了，倒是好多小男孩凭着美色让女人买命。不是这操作多麻烦啊！当所有人都闲着没事干呢。你妈说你谈恋爱了，我还不相信啊！啊，看样子这次是真的陷进去了。行啊，这中午没吃上饭，晚上约上他，我们一家3口请他吃个饭，了解了解，好吧？那得人家愿意才行啊。不能吧？这你都搞不定啊？安迪跟别的女孩不一样。你们二位不就是担心安迪惦记咱们家产吗？跟二位说句实话，就算我拱手给他，人家不愿意要。哟，不会吧？还有小姑娘不愿意进咱包家做儿媳妇啊？妈，别怪你儿子不争气，面对他，我是真没自信。你们二位聊吧。没吃饭呢，干什么去呀？我这还有事儿呢，约好了。何总，你觉得第3项目的价格是不是还能够再商榷一下？刘总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可是是这样的，你也知道现在汇率的问题，这个价格已经是我们能做到的一个最大的极限了。啊，我理解。到了，我在外边等你。不好意思，我有个朋友在楼下等我，可能我们要加快一下讨论速度了。啊，我觉得该聊的我们也都聊了。何总，这样吧，我立刻按照刚才我们聊的这个方案起草合同，你回上海以后确认一下，如果还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再沟通。这样最好了，谢谢你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先走了。我送你。刘总，谢谢你。我朋友在那边，那就先这样。包一凡，小包总吧，你朋友我也认识，过去打个招呼。刘总，谢谢你了。啊，我朋友在那边，那就先这样。包一凡，小包总吧，你朋友我也认识，过去打个招呼。啊。哎呦，这么快就结束了，我还雪华的刘总，你们认识的？哎呦，刘总，原来安迪是跟你开会啊！早知道我就进去了，害我在车里等这么久。我真没想到你们俩这么熟啊！我们正在合作一个合并项目，早上刚开完会，包总看我没有车，所以才来接我的。何总啊，我认识包公子这么久，我就没见过他给谁当过司机，而且还等了这么久。不过我能理解，像何总这么出众的女孩子，能理解。老刘，别拿我打岔了，美女面前我会害羞的。行行行，招呼我也打过了，你们聊，先走了。回头约你打球。拜拜。等你好消息。樊姐，我跟您说好了，今天晚上咱们仨一起吃饭啊。你们吃饭我去干嘛呀？我才不当电灯泡呢。哎呦，来不来吧？我们都说好了，关键是，我怕他又跟白主管一样，应勤吧就会是下一个白渣男。白主管刚开始对我也挺好的，谁知道最后对我那样了。樊姐，你在上海对我最好了。你就是我最亲最亲的亲人，而且我这个人吧特别傻，我什么都看不明白。你过来帮我看看呗，好不好？你相信我的判断啊？那当然了。樊姐是谁啊？
资深 HR 火眼金睛啊。好，姐一定去。好，那我一会儿把时间地址发给你啊，樊姐。OK， 拜，晚上见。晚上什么安排？你不是说不能答应别人的晚餐邀约吗？哦，这么听话。我，说正经的，我爸妈强烈邀请你共进晚餐，去还是不去？你爸妈每年要提出几次这样的要求啊？是谁给你这样的印象？那你更得去了。你要是不去的话，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不去，应付不来。你看，其实我已经跟我爸妈说过了，你不会去的。我只是知会一下他们的诚意。我很矛盾啊，我恨不得立即带你去见我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、朋友、同学，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包一凡的女人。可是，条件限制，毕竟我们俩现在在一起的时间都很少，目前1分1秒我都不会让给别人，我要独占。到底谁是你的女人？谁答应让你独占了？你吗？你真是比我还疯。就你这点道行还算疯的话，那我算什么？一会儿回了酒店，要不要我封一个，让你见识见识？我今天晚上回上海，你跟你爸妈说，我公司有事，我先回去了。你笑什么？有吗？我爸妈这回可能会大跌眼镜。为什么？我和他们说过了，我正在努力的追求当中，他们很惊讶，居然还有女孩子不愿意嫁给我们包家。惊讶吗？你惊讶吗？惊讶，我很惊讶。是什么样的女孩子能让我如此的心仪？我更惊讶的是什么样的女孩子能让我追得这么辛苦，但是乐此不疲？等等，你往哪里开啊？回酒店。回酒店干嘛？刚才不是说好了吗？包一凡，你不要乱来啊！你回上海，你不要回酒店收拾行李的吗？哎呦，不是，你这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啊？以后就麻烦你照顾我女朋友了。放心。你怎么进来的？何总，你男朋友人真好，谢谢啊。客气。女朋友丢了，我想着到这儿来找找。你别在外面胡说八道啊！我在上海有个会，上午没事，我想着过来陪陪你。没吃早饭呢，想吃点什么？我第一次到这儿来，你怎么着也得尽点地主之谊，请我上去坐坐吧。正好我给你做早餐，好不好？上来吧。进来吧。随便参观。我平时喜欢看些书而已。好习惯。
这房子不大，有情调。你要喝水吗？我不用，我自己看看。还不错哦，家居的整体风格我喜欢，只不过是摆放的位置我不太满意。冰箱里只有水，还有面包，面包是前天的。我看到了，要不然你热个牛奶，煮点咖啡，其他的交给我。牛奶好像没有哎，咖啡，因为我只喝黑咖啡。黑咖啡可以吗？好。你真的会做早餐啊？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哼！我早就跟你讲过，我是苦出身。我爸妈狠心到我去美国上学，临上飞机之前才在我兜里头揣了1000美金，好在学费寄给我，其他完全自理，所以才练就了一身本领。可是在美国，吃牛奶面包比做饭要便宜啊。跟你略有不同。我习惯了吃香的喝辣的，纯粹的中国胃，哪受得了天天啃面包啊？只不过回国之后确实没怎么做过，手艺生疏，您将就着。你的手艺可别还不如我这个新手啊！开玩笑，为我心爱的女人做早餐，责无旁贷。好香啊！你这到底做的是什么？为了让你慢慢习惯，我做的是改良的法式吐司面包。把这面包放在这个掺有蔬菜丁、肉丁的鸡蛋液里头一炸就好了。那么简单？放点这个。赏个脸，偷吃一下。谢谢。怎么样？还行啊。您这话说的真没良心，怎么着也比你好吧？还行。哼。这个呢？这怎么薄一点？这又是一种做法吗？那就是摊鸡蛋。谢谢。挺
讨厌啊！要不然我找他谈谈。你和他谈什么？别想歪了，不是我前男友。那谁？忽然有个人冒出来，说他是我的父亲，应该就是他。不过我不想认。勒索？没有，他过得很好，只是因为报应，膝下无子，所以想做我的便宜爸爸。人吃饭的时候不聊不开心的事儿，真的觉得还不错啊。真的还不错。那以后我天天给你做怎么样？乖乖，安妮姐，我一会儿去客户那儿，就不坐你的车了。包总，之前你们在南通见过的。包总好。再次见面很高兴。我是安迪的男朋友。你别听他瞎说，没有的事。没瞎说，现在不是，以后肯定会是。包总，大家好，我们之前见过。现在我在追求安迪，以后我们会经常见面，请多指教。魏总，包总，再次见面很高兴。我家里的事儿多亏你了。安迪交代的事儿，我得办。刚才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真的，是他自己开玩笑的。OK，我上班，我先走了。都是实话。拜拜。请你以后不要再瞎说了。没有一个字儿是瞎说。哦，你干嘛掐我呀？刚才不掐你掐谁呀？你个笨蛋！不对呀，这安迪刚跟魏总分手，他怎么这么快就跟包总在一起了？我刚开始失恋的时候，我还好一阵子缓不过来呢。安迪这也太快了吧？他跟魏总已经分手了。安迪是成年人，他做任何决定都是正常的。再说，安迪不是已经否定了小包总是她男朋友吗？我猜想，应该是在追求当中的。这不对，你得跟安迪好好说一下，进展太快对他影响不好。他万一看不清对方人品呢？安迪，不过，你见到安迪跟他好好说一下，让他自己小心点，看清对方。我也不清楚什么情况，不过我感觉安迪姐跟小包总在一起还挺开心的。那我当初不高兴啊，我当初多高兴啊！你跟安迪说啊，让他小心谨慎，小心行得万年船。万年船那倒也未必呀。你看，以安迪姐现在家里的情况，她能这么坚强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身为她的朋友呢，我就希望她开心就好了。再说了，她已经跟魏总分手了，干嘛还非要陷在里面出不来啊？比起她一个人孤零零的，我更希望有个人能一直陪着她。好，我走了。唉，幼稚。安迪，我打死你！干嘛？放开我！打死你这个狐狸精！放开！放开我！你是谁？我是魏国强的老婆。哎，刚刚到底什么情况？何总就那么结结实实让人抡一个大耳光子？我听说刚才那女人是魏国强的老婆。魏国强，这魏国强可不是普通人啊！
哎呀，你可算来电了。你太太来我公司打我耳光，说我是狐狸精。你处理一下。第二，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和你之间的关系。你知道这将造成什么样的伤害。第三，不要再来找我。安迪，我知道，我打你电话就是要提醒你我太太的事情。他翻我包和手机找到了你的一些资料，我又不知道他通过什么渠道就找到了你。我跟他解释过，但是呢，我又没有办法把你与我的这种关系呢，真正的跟他说清楚，所以呢，他对我的解释，他并不相信。你说等等，他打着你的名号，谁敢得罪？难道你要让我等着挨他的棍子吗？你到底想害我到什么时候？我怎么可能陷害你呢？我只是想好好的补偿你。只是最近呢，我的家里呢有些纠纷，没有想到会连累你，很抱歉。安迪，人呢过了半百以后，就会觉得其他的东西都是虚无的，唯有自己的孩子。你的事情不要成为我的烦恼，我也不希望再因为你，我受到任何人的骚扰。安迪，除了你，没人会这么对我说话的。哎，老谭，听说魏国强的太太找上门来了，还打了你一巴掌。真是好事不出门啊！魏太也是气急败坏才找上你的，我帮你查了。春节刚过，魏国强就提出诉讼离婚，而他没有办法直接跟他讲你们俩的关系，所以魏太才认定你是小三儿。难怪这个魏太太会疑心这么重，直接打上门来。魏国强就是一个没有担当的人，当年对我妈妈那样，现在对他太太还是这样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个女人也是挺可怜的。他打了你，你反倒同情起他来了。将心比心啊，夫妻这么多年，男人要闹离婚，女人当然受不了。如果这个女人心理素质差的话，说不定会被魏国强逼得像我妈一样发疯。所以说，女人呀，时代发展这么多年，却依然只有忍和闹两条路可以走，好像没有男人活不下去一样，真是唏嘘。所以说啊，你是个奇女子，从生活到心理从来不依赖任何人。我最欣赏的就是你这一点。别给我戴高帽子了，下次这个魏太太再来的时候，麻烦你让保安拦住一下，我不想再被打第二次了。放心吧。早，安迪，找小美啊？是找你。我有件事想麻烦你一下，想跟你聊聊，咱们能出去聊吗？有什么事情就在这说吧。是这样的，我听说包总这几天在上海，我想请你帮忙引荐一下，最多1个小时，哦不，半个小时就够了。你是说包一凡？你不是有他的电话吗？你可以给他打电话啊。包总名片上的电话都是秘书接听的，我这要是说谁的话，可能不太方便，所以想请你引荐一下，给他说一声，因为也是现在生意难做，竞争太激烈了。你在他那边有业务啊？包总公司他有稳定的需求，1年细水长流下来，也有一定的量。我想在生意上再拼一把命，尽快给小美一个家，这也是她现在特别渴望的。以上海现在的房价，我的压力真挺大的，所以想请你帮个忙。好，没关系，我明白了。那我先给他打个电话。好，我先上去了。哎，安迪，那个
我求你帮忙的事情，能不能不要告诉盛美？谢谢。奇怪，王百川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呢？还要躲躲闪闪的到门口来堵我，还特意叮嘱我不许告诉小凡。樊姐她最要面子了，如果知道王百川来找你帮忙的话，肯定会觉得脸上挂不住的。可是王百川事业起步阶段，借助人脉很正常啊。我也搞不懂了，既然压力那么大，又干嘛那么着急买房子？樊姐心里可能有点比较吧。最近有一个男孩在追莹莹，他们俩应该快成了。这个男孩条件特别好，有房有车，收入也不错。樊姐心里肯定是替莹莹高兴的，但是多少有点不是滋味。你要这样说的话，那就难怪了。怎么不接？我家里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，我不想接，可我又怕我妈念叨我。喂，你好，小关，在忙吗？哦，还好，我在那个上班的路上。我想请你吃饭，今天有空吗？因为我前2天实在是太忙了，完全没时间，今天稍微空点，所以赶紧联系你。哎呦，真不巧，我最近在赶一个项目，整个部门的人天天在加班。OK，I got it。那改天再约吧。哦，那太不好意思了，下次再约，再见。你那个项目不都早就完成了吗？是啊，我都跟家里说我要专心工作，可我妈非不听，非给我安排相亲。这个舒展，这个男孩叫舒展，他最近天天约我一起晚饭，我不想去啊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没时间，我要加班，我还说我要过考核，可现在这考核已经过了，我实在找不到别的借口了。所以啊，谈恋爱那么浪费时间，而且整个人的生活节奏都要被打乱，还要身不由己的去配合一个人。所以你想想，到底一个人爱另一个人爱得多深，才会想要跟他结婚生孩子？也不是吧，我看现在好多相亲才见了没几面，2个人就结婚生子了。这结婚有的时候无非就是搭伙过个日子。搭伙过日子会更无味还是更有趣啊？安妮姐，你不一样，你什么都有了，对爱情的要求就更纯粹一点。爱情本来就应该纯粹的，跟我有什么没有关系。你也一样。可是像我这样的人，如果追求纯粹的爱情，那很容易当剩女的。追求纯粹的爱情就是剩女，追求房子车子反而正常。那我真搞不懂现在人的思想了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情愿当剩女，起码我生得理直气壮。我也是。安迪给我打过电话了，不过白天有点忙，有2个会，晚上要回北京，估计是没时间见面了。包总，您看这样行吗？我去机场送您，然后咱们在路上聊一下，聊完了以后我自己从机场回来。会不会有点麻烦？哎，不麻烦不麻烦，包总啊，只要一会儿就行啊，反正明天正好我也没什么事儿。我就怕打扰您了。行。哎，谢谢包总啊，到时候我准时接您。有时想放空一趟，穿过深背的这窗，不借助别人的肩膀，自己帮自己成长。暴风雨一场，我看到了阳光和那坚强的模样。人生的路上，隐藏那份倔强，是爱为我插上翅膀。逆光飞翔会更有力量，我知道幸福就在路上，只要带上全部的执着。
不能去接你下班了，抱歉，晚上电话。姑娘们，我给你们带了好吃的戚风蛋糕哦。人呢？哇！芳姐，恭喜你换了新工作，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，乖乖小蚯蚓。喂，我姐在哪儿呢？我跟你讲不得了了，你嫂子他们娘家人打上门来了。他们要干什么呀？他们能干什么呀？人家来问我要闺女呀，说都是你哥哥给害的啊！那你说我怎么办啊？啊！我要是给他们开门，他们会不会打死你爸爸呀？哎，别，妈，先别开门，千万别开门啊！这样，现在我说一句，你学一句。哦，好的。那你说，你跟他们说，这个事情我不知情。好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件事情我不知道的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。你们别再闹了，如果再闹，我就出去说你们女儿卖淫嫖娼被抓的。好，你们不要再闹了。你们要是再闹的话，我就说你女儿是卖淫嫖娼被警察抓起来的。要脸你们就先回去，等我女儿回来会处理这个事情。好，你们要是要脸的话，就赶紧回家去，等我女儿有空回来，再处理这件事情。你不要拿你女儿来吓唬我们。就是看吓唬谁呢？就是你们躲不了的。走，咱们明天还来，晚上认上家。走。怎么了妈？怎么样了啊？小梅，走了。小梅啊，就算妈妈救你啊，你帮你哥哥吧，好不好？你说他们娘家的人肯定还会再回来闹的，到时候他们把你爸爸打死，那可怎么办呢？你说我又顾着老的，顾着小的，我在家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。小梅，妈妈求求你了。行了，我挂了。来，大家辛苦了啊！来，再喝点水，辛苦了啊！可以，再喝点啊！来，大家辛苦了啊！这一单生意啊，好不容易跑过来的，哎，谢谢，大家都打起精神来，来喝啊！手下的活都精细点，谢谢，好不好？谢谢啊！这个公差呀，一定要做到最小。客户这回要求比较高，如果咱们这回这个单子通过了，我请大家吃饭，好吗？啊，真的好，太好了，加油，干活！哎，好的，来，来，干嘛？把水喝了啊！放这儿吧。哎，辛苦啊！坐一下，行，那就这样啊，行，好。喂，小美，我已经到了，你在干嘛？我今天啊听了一天的课，脑子都成浆糊了，好多新鲜词汇我都没有听过，所以就记在本子上，现在回来温习呢。看来你干劲儿十足啊。是啊，现在真心觉得是入错了行。HR 固然轻松，可是天花板低，发展有限啊。德旭老师说的对，现在最紧缺的呢，就是高级金融人才。
如果我当时一毕业就干这个，肯定混得比现在好。是啊，现在好的理财师真是太稀缺了。不过你现在也不晚啊。德贤投资这个平台不错，你又那么优秀，你学起来肯定比别人快。但愿如此啊。你怎么样？跟客户谈的？挺好的。哎，你不知道那是个大客户，这好不容易把这个线才签上，我就想着吧，我今年加把劲儿啊，我争取拿下他1年的单子。然后呢，把这个量做好，说不定能成为固定客户。你想想，哎，我公司的这个业务量和收入，肯定就有保证了。哎，你那儿怎么那么吵？是在工厂吗？哦，对啊，我在工厂呢。哎呀，我得盯着点啊，我得在他们保证质量的前提下，赶紧出样子。今天晚上要加班，我刚还给他们送吃的呢。你还没吃饭吧？赶紧找地方吃饭，顺便买点好酒好菜给师傅们。不用这么客气，他们都有加班费呢。规矩一向如此。你这就叫掉以轻心，你知道吗？啊？你不是说这个生意对你来说很重要吗？那你就应该加倍做点笼络。行了，赶紧干正事去吧。我这边挺好的，你不用惦记。我1天都没有见到你了，我实在是想你。你不要赶着我去做事好吗？我就想跟你多说说话。别拿惦记我当偷懒的幌子啊！我可不是让你得当。赶紧忙正事儿吧。又被你识破了。好，那我做事去了，想你。我也想你。往北吹呀，往北吹。你什么时候才能买上房子啊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家呢？你知不知道我家里？还是算了，不行，不能管，坚决不能管。安迪，这是调整过的红星收购方案，您看看有什么问题，我好通知下去让他们修改。OK， 没事，你放着吧。安迪，上次那个女的又来了，就是自称魏国强老婆的那个，现在在公司门口坐着呢。保安呢？她没哭没闹没动武，保安也没有理由轰她，你看该怎么办？那就跟他耗着吧。别理他。好。安迪，坐。我们跟红星集团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沟通，那对方的话现在又提出了新的条件，我已经整理出来了。什么条件？你念一下。第一条，共同投资人的投资额、投资方式及经营期限。鉴于甲乙双方已经成功签署承包经营上海乌鲁木齐路480号1号。行，我回头看一看吧，到时候回复你。好的，这份也留给你。那我们先走。安迪。你午饭也没吃，先吃点东西吧。哎，啊，怎么了？那人走了没有？没呢，他还挺能熬的，看样子非得等到你下班不可。好吧，我投降。总不能总让他来办公室堵我。他人呢？就在外面坐着。要不我就请他进来吧。不用，我去见你。好。
遇到一件糗事儿，想着一定要告诉你，好让你幸灾乐祸一下。说说看。我有这么一个哥们儿，是我大学的室友，和他老婆一起创的业，现在也算是小有成就。可惜，所有的财产都掌握在他老婆手里头。这一大老板那可怜呀，连点私房钱都没有，面对他这老婆那是苦不堪言。所以呢？然后这孙子就用我的名义在他们公司借了50万，藏起来偷偷使用。可是今天中午我陪客户吃饭的时候，正好碰见他这老婆了。他老婆当着客户的面就管我要这50万，问我什么时候还。所以你是帮人背黑锅了？那可不是吗？那我总不能当着他老婆的面把他给拆穿了吧？我要说了实话，他们家非得地震不可。你倒是够讲义气的，但是你的客户不会对你有意见吗？我当时就跟人家解释了，别让人家以为我这资金周转不灵，连50万都拿不出来，那不瞎了吗？刚才我这哥们还给我来电话，苦苦哀求让我替他隐瞒，可是我怎么觉着这事他都不对呀？万一哪天他老婆想不开了，你说再把我告了，那我不得不偿失吗？对不对？我不明白，有钱为什么不让用呢？不是不能用，而是不能乱用。他老婆要求他每花1分钱，那都得开发票，好掌握他的动态。我就纳了闷了，你说现在这几分钱的发票上哪儿找去啊？我明白了。可是这样互相不尊重，也不信任对方，相处起来有什么意思？是啊，所以咱们俩以后可不能这样啊。问你一个问题，在国内离婚很难吗？哎呦，这话那得看怎么说了。你要说难，它不难；你要说它容易，他也不容易。你就说像我这哥们儿这2口子，他们俩既是夫妻，又是合伙人，这家庭不容易分割，财产也不容易分割，就得看他们俩怎么想了。好在没孩子，要是有孩子，那就丧尽天良。哎，那个，你一会儿下班可千万别委屈自己啊，该吃点什么吃点什么去。哦，我要见一个人，怎么甩也甩不掉的一个人。谁呀？那么死不要脸的，就纠缠你啊？谁呀？不是，不过除了你，还真没见过这么死皮赖脸的人。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哎。小李，请那位太太过来。好。你终于肯见我了。你保证不动手，我可以请你去会议室，坐下慢慢说。我昨天晚上去的北京，上午办事儿，一到上海就直奔你这儿来了。我很累，没力气了。带他上来吧。我今天上午在法院做调解。你知道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的区别吗？我对婚姻法没有研究。那你可以回去好好研究一下。魏国强从一开始就没准备跟我协议，上来直奔诉讼。今天去法院就是为了这事儿。要怎么说你才相信？你们离婚与我无关。他要把老头子的全部财产给你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你们就是存了心要把我净身出户，然后拿着老头子的全部财产过你们俩的快活日子。我身家够用，我不需要做什么狐狸精。你当我白痴啊？我傻啊？你们之间要是没有什么暧昧关系，凭什么魏国强那么殷勤的让何英礼写遗书，要把遗产全部给你啊？空口无凭，我已经申请你和何云礼做 DNA 比对，鉴定遗书中所谓的你们之间的血亲关系。你明天跟我去北京，别想拿一张公证遗书就剥夺我的财产。我知道我说什么你都不会信。既然你那么有本事，你可以去查我的收入，国内国外的请便。至于有些人打着我的旗号，
行离婚侵吞财产之时，我不配合，这样的表述可以吗？你少来这一套吧。何英礼是大画家，身家丰厚，这一点作为遗产当事人，你不会不知道。老头子当年孤身一个人被我们收留几10年了，现在突然冒出来一个年轻美女，说是他的血亲，要拿走他的全部财产，骗鬼呢！你就是要拿走他的全部财产，和魏国强双宿双飞。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你们那层楼就都是邻居吧？可是现在这邻居关系能处得这么好吗？当然了，我们跟其他邻居不一样。关关，我最好的朋友。我没钱的时候啊，可以分1块蛋糕1杯奶茶。还有樊姐，比我亲姐对我还好。每当我遇到事的时候，都是她在为我撑腰。还有安迪，人美能力强，我每个月赚的钱还不足她的1个零头。但是他从来不会把自己高看一等，对每个人都特别的实诚。唯独一个人曲筱绡，恨不得有的时候但是他吧，关键的时刻还挺仗义的，需要他帮忙，他都会站出来。我到了，你不用送我进去了。我还是送送你吧。不用送我进去了。还是送送你吧。我们小区很安全的，你看那还有监控呢。是这边吗？啊，这边走，这2边都能进去。谁呀？这车怎么停这儿啊？你讨厌！邱莹莹。怎么了？至于吗你？你说话呀，你这没事儿。小秋啊，怕我勾引你。你别跟我乱说话啊！我们俩现在不是男女朋友关系，他不是我男朋友，他是我客户，他送我回来，知道吗？啊，对，我们现在还不是。你们现在还不是呀？但是啊，我相信凭你的努力，你们俩很快就会是的。是。别说，知道吗？吻呀，吻他的手心呀！哎呦，你看，错过这个机会了吧？好了，我先走了，你们慢慢搞。哦，对了，门口那辆车是你的吗？不是。晚了，背下来了，你懂的。搞完以后立刻到2203来报告，否则，曲筱绡，把话说清楚了，这是谁搞来搞去的？你猜搞，你搞知道吗你？这就是你那邻居？你不是说你邻居挺好的吗？我邻居是挺好的，他是个例外，也不是说他不好，他做很多事吧特别过分，但他又时常帮助我，就是很复杂很奇怪的一个人，我不想让你们认识，暂时不想。莹莹，
5一一起回家。不是之前都说好了吗？对了，你觉得刚刚那个女孩好看吗？挺漂亮的。但是你可爱呀。啊？不对，情人眼里出西施，你应该觉得我最好看。你说她好看，就说明你心里有鬼，你心里不对劲了，你不对劲了是不是？这不是莹莹，我没有，我发誓我实话实说的，她确实挺漂亮的嘛。这你最漂亮，莹莹，你最漂亮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你最漂亮，最可爱，最好。莹莹，你是最漂亮的。何总，外面有2个人来找您，说是法院的人。法院的人啊，我需要你跟我到北京去做鉴定，请你配合。所以你这不是请，你是想绑？你是聪明人，不用我多说，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你让我理理线索。现在有2个问题，一是你们离婚，2是老先生留下遗嘱，要把财产交给我。但是我跟魏先生并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，同时我也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位老先生。如果他想把财产交给我，我表示怀疑。天上不会掉馅饼，一般无缘无故掉的馅饼都与诈骗有关。你们离婚，你必拿不出证据说我是第三者，但却在公开场合指责我是第三者，这是诽谤，我保留权利，并且严重怀疑你此行的目的。为了我的人身安全着想，我需要我的律师在场。你好，我要报警。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，说我是第三者破坏她的婚姻，并且带来了几个号称是法院的人要绑走我。这个程序并不合法。我在盛轩办公大楼，请你们尽快出警。好，在你们来之前，我会请保安控制好这里所有人。你还真报警啊？警察来之前，控制好这里。你以为报警就能解决问题啊？不着急，谈不妥的地方慢慢商量。喂，老谭，你干嘛呢？哦，我跟太原的陈总在谈事儿，有事儿吗？魏国强的太太又来了，他说要带我去北京做鉴定。我已经报警了。你不用着急，我马上过来。陈总，我有点事儿，咱们改天再谈。好，那改天谈，先走一步。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。何总，口误，刚才绝对是口误。我们呢也不是法院的人，我们的过来的意思呢，就是希望你配合我们，把这个 DNA 做了，这样把事情搞清楚了。不，我们大家都好啊，全部解决这个事情，完满的解决呀，可以。您看你还报警，这么点事情报什么警啊？我们坐下来好好聊，把这个事情聊清楚了，不就解决了吗？何总，何总，表姐，我看还是走吧，我们赶紧给霍老打电话。这可是谭宗明的公司啊！谭宗明的公司怎么了？谭宗明也得买霍老的面子吧？快打！不太好吧？
安迪一直憎恨着魏国强，同情魏太太，而现在他觉得自己的同情廉价又可笑，这对夫妻根本就是同一种人。于是安迪决定取消同情，公事公办，尽快解决掉这件事情，做一个最后的了断，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回归平静。